級地圖。超级地图。It already burns for your world. Grave turmoil awaits you. Our only salvation is written in ash. The mother soul. I'm still alive. 巴尔宝珠。大家好，我是正义，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古灵幻影射手炸彈人。可以看到前面的影片，打圖算輕鬆快速，打王也都幾乎是秒殺。打圖時，我們只要一邊按翻滾叫出幻影射手放爆炸子彈，一邊右鍵爆炸時引爆即可。目前幻影射手可以同時存在2只，打王時再手動放急速子彈，可以同時搭配迫擊炮一起放急速子彈，就可以直接秒殺 BOSS。而且整體拓荒過程非常的順利，劇情章節幾乎都無壓力。十字弓算是一個相對穩定起手的流派。這次會選擇古靈起手，就是想要嘗試看看官方更新的額外品質技能，搭配影分身炸彈人，就可以達成如畫面所示，全螢幕的爆炸響焰。網絡又爆屏了。身為一個熱愛 PoE 的玩家，每季開荒最怕的就是延遲卡頓。這個時候，你就會需要幫你網絡全面加速的 Gear Up 遊戲加速器。Gear Up 透過獨家的 AIR 技術，使用智慧演算法運算，確保玩家連線到遊戲伺服器時都是最短連接路徑，將遊戲延遲降至最低，提升遊戲連線品質與穩定性。Gear Up 支援的遊戲超過3000多種，像是我們常玩的 PoE 1、PoE 2，Gear Up 都能完美的支援，使用上也很直覺方便。第一次使用，先選好你要玩的遊戲，然後按設定選擇連線地區和遊戲開啟的路徑。設定好以後，就可以一鍵加速。使用 Gear Up 之後，延遲穩定在20毫秒左右，連線速度提升有感。如果是國際服開荒晚上熱門時段，非常需要。如果你也受夠了遊戲延遲卡頓不順暢，官方現在提供3天免費試用，大家可以先去試用看看，真的有效再去訂閱。現在加入最高可享4折優惠，有興趣的朋友們，現在直接點選下方的專屬鏈接下載，使用我的專屬折扣碼 JusticeCat， 一起加入 Gear Up 的行列吧。回到正題，因为我总共練過泰坦炸彈人、智勇軍師炸彈人、瑞恩炸彈人，炸彈人的強度足夠通關遊戲，而且打圖賞心悅目。然後古靈這次的額外技能品質剛好都有加強到炸彈人相關技能，所以選擇炸彈人起手。而且大家的目光都放在武聖身上，所以我們炸彈人的裝備相对便宜。可以看到我們目前91級，长身处面板3抗滿，血量3800，護甲6000多，護甲掏空元素傷害也可以抵6000多傷害，算是一個攻防一體相對安全的流派。再來講下升華配置，剛看血量可以高達3800左右，這是因為古靈這次的新升華天賦結晶美德，它會給你一個技能高尚御盾，它會按照你的技能能力需求是什麼屬性，給予對應的碎片。如果是力量的，就給 2% 最大生命；敏捷的給 5% 全域防禦；智慧的給 5% 生命和魔力恢復率。如果技能只有單一屬性的話，就給2倍的碎片。就看到我們目前有20個力量碎片，直接給了我們 40% 的最大生命。遊戲中最難拿的最大生命，選古靈軍團就可以輕鬆獲得。古靈低調強。另一個新加強的升華天賦進階奇術，寶石品質會賦予插槽中技能一個額外效果。所以像爆炸子彈，每10點品質可以拿到一個額外投射物，升華點滿給6點品質，所以基礎可以有 26% 品質，爆炸子彈就可以有額外2個投射物，打圖更快速。然後急速子彈
每點品質可以縮短引爆時間 2%， 所以如果極速子彈買瓦過的23品質，然後搭配升華6點品質，然後天數上跟縮短引爆時間有關的全部點出來，就可以做到極速子彈掉不出來，直接在槍口引爆，所有的迷你子彈都會瞬間引爆。這就是為什麼可以秒殺 BOSS 的原因。BOSS 直接吃滿所有炸彈的傷害。記住，一定要把品質撐到確定沒有炸彈會掉出來，這樣才可以貼臉開大。然後像是狂戰的額外品質會加最大狂怒，灰燼之劫的額外品質會獲得火焰傷害，爆炸石的額外品質會增加額外裝填弩箭，都很好用。只有幻影射手要特別提一下，它上面寫額外品質會增加經文保留效率，但我實際用是沒有時裝的，這可能看官方什麼時候會修改。然後剩下的升華天賦選機動鑲嵌物，全部具有敏捷要求的技能等級+2，這個主要是讓幻影射手也能吃到。你如果想讓狂戰吃到的話，就選力量要求技能等級+2的。最後一個升華天賦選鑲嵌的寶石，然後輔助寶石配成紅色最多，那對你擊中傷害無暴擊傷害加成，這樣攻擊和防禦我們都兼顧到了。天賦方面，我們主要就是點出爆炸子彈相關、冷卻相關、双手武器相關、範圍相關。然後因為我們有帶包圍頭，所以包圍相關天賦也要點。然後我這次主要是走護甲，所以這個胸甲增加 80% 護甲值的要點出來。然後幻影射手算是友方，所以當存在範圍有一個友方時，增加傷害也點出来。然後因為有開狂戰，它會消耗生命來加強盛怒效果，所以要點一些每秒回血和生命回復率。當開狂戰時，可以讓它維持正回血。然後因為我們要把極速子彈的引爆時間縮短至立刻引爆，所以所有的縮短引爆時間天賦都要點出來。然後這個額外子彈會增加引爆時間 50% 的不要點，搭配23品質的極速子彈和升華給的6點品質，就可以立刻引爆。然後力抗黑暗放在這個珠寶洞，就可以拿到最多的加成。天賦配置差不多就是這樣。裝備方面，我們使用限制之令毒蛇便帽，俗稱包圍頭。記得選被包圍的敵人需求數量減少4個的，因為被包圍所需要的敵人數量無法被降至於低於1個，所以不用去買別人挖5個的。項鏈用火焰之花，找個加4火焰技能等級的，非常便宜。然後它的副作用，當你點燃一名敵人時，承受100點火焰傷害，搭配傳奇護符、如格馬護之選，當你被火焰傷害擊中時使用，使用時賦予你最大盛怒，這樣打圖就能常駐滿盛怒。剩下的裝備十字弓選物理和火焰傷害的。因為輔助寶石用火焰穿透2，無視敵人火焰抗性。如果你有錢用萊基亞塔流動的話，就可以找高電點傷的、高元素點傷的。剩下的就是加投射物技能、加攻速，還有子彈幾率啟動第2次的。胸甲、手套、鞋子都找高血、高抗、高護甲，還有護甲同時投到元素傷害。因為我們天賦有點胸甲增加 80% 護甲值，所以胸甲的護甲要盡量越高越好。然後需要拿點金魂，不然金魂不夠用。或是等官方修復好幻影射手的金魂保留後就夠用了。腰帶就抗性、血量。戒指的部分要選潜能之戒，上墜是賦予一個額外技能槽。這個上墜對一般的職業來說沒有太大幫助，但對古靈來說，每多一個技能槽等於多了 4% 血量或 10% 全員防禦，非常好用。屬性就用抗性、血量、冷却時間回復，有能力的話就再用點傷。一個珠寶用水影之心。我選了冷卻時間回復、擊殺生命回復和胸甲增加護甲值。一個珠寶用力抗黑暗，我選了額外火傷和最大生命的。有錢也可以用雙額外傷害或混沌抗性的。第3顆珠寶我是路邊隨便撿的，有錢的話可以去買加極速子彈技能等級的。技能方面如畫面上所示，我們真正會用到的技能只有爆炸石、幻影射手、極速子彈、迫擊炮、灰燼之劫、狂戰。剩下的紅色技能都是用來湊力量碎片用的。一個純力量紅色技能可以拿到 4% 血量。然後这些用不到的技能我全部用紅色輔助寶石，這樣搭配升華天賦鑲嵌的寶石，可以拿到對你的擊中傷害無暴擊傷害加成。爆炸石搭配拉坦的強襲，雖然拉坦的強襲這季被削弱了，但還是十字弓流派首選。拉坦的強襲被輔助的十字弓彈藥技能無法重新裝填，被輔助的技能增加 10% 攻擊速度。當你躲避時，被輔助技能裝填4發弩箭，被輔助的技能額外裝填3支弩箭，所以你只要一直翻滾，你就可以無限裝填爆炸石。不但一次給你4發弩箭，而且還不耗魔。搭配幻影射手，自己丟爆炸石彈也不耗魔。你只要全程一直翻滾，
就會一直叫出幻影射手丟滿地的手榴彈，然後爆炸石永遠都是滿的，你只要一邊滾一邊用爆炸石引爆即可，非常有趣。然後拉弹的強襲，國際服當初只買3E，超便宜。有了拉弹的强袭後，刷图體感大增。然後爆炸石是有2段傷害，第一段是打到怪身上的時候，第二段是打在地上爆炸的時候，所以需要用個穿透，讓怪物吃滿2段傷害。前面有說我們火焰之花的項鏈副作用，加上護符努格馬戶之選，就可以讓我们滿盛怒，所以開狂戰，讓我們的盛怒傷害消耗更多。灰燼之結加減輕圖，額外品質還多給了火焰傷害。然後因為我們主要傷害是物理和火焰傷害，所以爆炸實彈和爆炸石這種大部分是火焰傷害的串火焰穿透2，無視敵人的火焰抗性。幻影射手為能夠叫多支一點，所以串冷卻回復和持續時間延長。迫擊炮這次額外品質也改強了，總共可以叫3個炮台。我放急速子彈給迫擊炮用，打王時補點輸出。整體流程來說，我們打圖就是靠翻滾叫出幻影射手丟爆炸子彈，然後用爆炸石引爆。因為用拉弹的強襲關係，翻滾就可以裝填十字弓，所以打圖時都不會耗到魔力，只要一邊滾一邊放爆炸石即可。打王時就先滾一滾叫出幻影射手，然後再往腳邊放滿迫擊炮，等王動畫跑完，先發射個爆炸石，觸發火焰之花副作用拿滿生怒，然後放急速子彈送 BOSS 回老家，結束這回合。最後來簡單講一下脫荒過程。一開始進村莊送的技能選瘟疫，第一張起手的刷圖神技，出門營地撿到的技能選寒霜爆，這樣搭配一開始送的分裂彈藥，打怪就先放瘟疫，再分裂彈藥，打王就用普攻加寒霜爆，有撿到技能再補上爆炸子彈。第一顆輔助寶石選多重射擊給普攻用，普攻前期打王很強。打完赤骨送的3級技能時選高速彈藥，一樣是打王用。然后多的3級技能可以選閃光子彈輔助輸出，5級技能時選電能碎片，有多的5級技能時選毒液子彈輔助輸出。開灰燼之結打圖，第2章拿到7級技能時選爆炸石，我們就可以用爆炸石同時打王和打怪。我說明欄會放剛過完劇情的 POB， 有需要的可以點進去看。結論：這季非常好玩，有很多新東西可以嘗試，魚圖也改得不錯，後期方向明確，不會像之前一樣漫無目的的亂晃了。而且成賽動畫很帥，打灰燼王更有代入感了。這支古靈幻影射手炸彈真的很好玩，之後應該會找時間繼續加強上去，或是看情況繼續玩我其他想玩的技能。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，有什麼想法或建議的話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會盡量回復問題。那我是正義，我們下支影片見。